Hello，大家好，我是小阿，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真的是好久不见，消失了4年，真的是非常不好意思。今天想利用这集跟大家分享3件事情，第一个是为什么我回来了，第二个是这个频道之后的打算，第三个是分享自己这几年有一个重大的跟 LGBTQA 相关的算是生活方面的分享。过去4年实在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不过大部分其实都是在日本毕业后出社会工作之后，真的是被压到喘不过气来。不过之后想要继续在这个频道做3件事情。第一个是会跟之前一样介绍各个电视剧、电影、书啊、漫画，甚至欧美现在有很多 graphic novels 漫画小说，反正就是任何不管是影视相关的作品，或是文艺类吗？就是书籍什么相关的作品，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很多很棒的有女性的 LGBTQA 的角色。第二个也是会像之前一样继续介绍，也是透过这些作品，但是会介绍跟性别平权相关的某一幕，或是某一些故事，或是某个角色的故事。第三个是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包含过去这4年跟自己在日本生活，还有现在之后在加拿大生活，任何跟 LGBTQA 相关，任何跟身为女同志跟和一个非女同志的人结婚之后我们的故事。所以这一类的影片会放在像以前一样放在故事系列，会有机会跟大家介绍单身的时候的故事，怎么遇到现在的老婆啊，或是我自己曾经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然后会在感情上造成别人相当大的困扰跟伤害的人，然后我自己后来是怎么跨过来的，还会跟大家分享在我们交往的时候，我们过去交往了5年半了吧，分享一些我们可能觉得还蛮不错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不管是身为女情侣在日本跟现在在加拿大的故事。那为什么我回来？我觉得有2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是现在的 representation， 就是现在的新的角色在电视剧、电影跟剧情都慢慢的有越来越明朗的状态，这是我发现到的。譬如说结局都会有快乐的结局，或是阻挡这2个女性在一起的原因，不再是可能爸爸妈妈打压，不再是自己内心有一些恐惧，就是被社会打压，然后导致自己甚至讨厌自己，然后想要让自己不喜欢同性，这种故事已经好像慢慢有，也不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减少，但是我有看到越来越多，就是像一般异性恋，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可能他们不能在一起，原因是因为是上司跟下属的关系等等。我就觉得，这算是有明朗化这样子，然后自己也看得很开心，不用再担心谁又会莫名其妙死掉，不用再担心他们又有开放式结局，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在一起，角色的职业背景什么等等的，他们的家庭生活环境都有越来越多元，所以很希望可以跟大家继续做分享。那从这边你可能会发现，我的频道之后可能会介绍比较多偏类似这样子的 GL 作品或是百合作品，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真的是害怕到这些会有不好结局的影片，害怕到慌了。因为就是第一个要么就是找不到，然后第二个要么就是找到了之后好像都非常忧郁，甚至有一些台湾的作家的小说也蛮忧郁的，然后我就会常常那个时候高中的我或是国中的我就会想说，那我的未来就是这样子吗？那再来在这个频道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些可能在 LGBTQA 和性别平等的观念里面会比较偏可能欧美派的嘛，我也不太确定，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在台湾长大，后来到日本读书工作了11年，现在来到加拿大也是工作，常常其实有很多，我在台湾长大是在国际学校长大，所以其实我的内心常常有比较偏美国文化在跟我的台湾的文化在拉拉扯扯，然后到日本又是一个全新的陨石，整个砸到我的星球，然后全部都一直在磨合当中，所以我的频道会有可能要分享，利用一些故事分享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观。为什么还会回来？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过去这4年多来看完很多电视剧，看完很多书，很多漫画小说，我还是会有很多小冲动。随着年纪增长，或是还是说在日本开始工作之后，我非常在意会讲错话，我非常在意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说的每一句话，我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我这样做是对的吗？就造成我后来就是常常反正就陷入了一段整个
无底洞这样跳进去，所以这大概也是消失4年其中一个原因。不过现在来加拿大，就是我想要慢慢的学会再把自己放开来，因为很多从高中就认识我的人，其实都知道我高中是完全不一样的个性。然后其实我自己也蛮想念那个时候的我，所以我的频道可能会分享一些我觉得从这所有文化方面吸收下来，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跟 LGBTQA 相关的观念，或是性别平等相关的观念。如果你有觉得不是很 OK， 不是很认同的地方，其实我也蛮想要听听看为什么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影片，都欢迎大家在下面跟我留言。希望可以再回来这个频道，继续跟大家介绍很多很棒的剧、很棒的女演员们，还有自己的故事。也希望可以听到大家的故事，也希望如果自己的故事可以鼓励到大家，希望可以透过分享这些更多元的影视和文艺作品，还有分享自己的故事，还有分享一些自己觉得蛮不错的观念和理念，可以让台湾的更多，也不是就是所有的观众都知道说你其实并不孤单。除此之外，我也觉得每个人都有成长的空间，每个人都是会一直成长。所以如果你有觉得不错的地方想跟我分享的，我也很乐意听哦。如果这是你想要看的频道，这是你想要听的内容，欢迎订阅欢迎订阅、追踪加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见喽。